大家好，我是扫地僧。今天我有点狂啊，我要协助看到这部影片的人实现财富自由。你仔细的去思考一个问题：你公司的收入怎么来的？就是为什么你公司能赚钱，然后可以养活你们一家的人呢？如果你能够把这个问题想通了，那是不是就说你再也不需要你公司了，你自己干就行了？这时候有的人就会说，我公司有很好的产品和服务，所以就赚钱了。那我想问你，你有没有看过一些企业，他们的产品很牛，但他们还没开始就结束了？对啊，这世界有多少创业者胎死腹中？为什么？你搞产品需不需要找人研发、生产，然后买原材料、囤货等等？那这些是什么？钱啊，也就是成本啊。产品和服务并不会为企业带来收入。按照这个逻辑的话，哪怕今天你是什么高级管理总监、人力资源总监，本质上你都没有为公司带来收入，你只是为公司节省了成本。因为反正我们老板也是要缴税的，多请一个人来干活，公司的支出多一些，自然就交少一点税。我没有别的意思。当你看见一些大企业的高管，他们年薪10万美金，有些人觉得很多，而你不知道的是，他们的年薪只是企业5分钟的收入。因为真正替我们老板赚钱的不是这些人啊，所以就算他们是非常专业的人，他们的收入就是他们的薪水。也就是说，把专业弄到极致，赚回来的钱还是有天花板了。而有一类人，他们的学历不需要很高，年纪也不需要很大，但他们的月收入却可以比这些高管高上几倍，甚至几百倍。他们的收入是没有天花板的，原因就是一家公司所有的收入都是透过这类人才赚到的，其他的都是成本，他们就是销售的部门，是不是这样的？这世界伟大的企业家之所以能够创业成功，都是因为我们在前期的时候自己就是销售员。比如说我自己做批发的时候，我手上不需要有产品，但我需要先从顾客的钱包把钱弄到我的钱包，我才可以向供应商进货。也就是说，先收你100万，再拿里面的20万把货买回来，然后运给你。所以我在创业的时候呢，我只研究一件事，就是如何把钱收回来。很多人创业来找我意见，他们只跟我谈产品、谈项目，就从来没有想过怎么把钱收回来。而这些人在我看来呢，就是傻子。我们在搞钱，当你不去想怎么搞钱，而是去想研发，这不是傻吗？再简单点去理解，如果我们拥有把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卖出去的能力，你能够把钱收回来。比如说你搞个副业，你随便找个东西来低买高卖，然后你还能够持续的有无数的顾客追着你去跑，求着你把产品卖给他们。那我想要问，你还会觉得创业有风险吗？你还需要去什么打工上班吗？今天这部影片你不可能在什么书本啊，外面几万美金的培训里面听到，因为这是我创业以来我认为销售最实用，就是把钱收回来的道语术，毫无保留的总结给你。你听懂了也不需要什么口才、什么话术之类的，因为我们赚钱也不搞这些。你融会贯通的话，基本可以搞定80%以上的产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干什么项目都能够成的原因。而这个频道是专门培养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的。如果你不想要错过这些资讯，你可以免费的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小铃铛。首先，什么是销售？我自己看过无数有关销售的书，看完就觉得很热血，但实际操作起来还是没有一个系统。直到有一次我去医院看病的时候，我突然间开悟觉醒了。这真的只能意会不可言传啊！大家仔细的听。今天你想要卖一瓶水，你会问我怎么卖，但其实真正的销售不是卖产品。你把这句话重复听10遍。如果你想要把一瓶水卖出去，你是不是把所有的焦点都聚集在这瓶水身上？然后你这人就会变得非常的烦。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接下来讲的所有的话都是围绕着这产品去讲的。你看看街上，你走着走着就有个人拦着你，问你要不要试试他们家的产品啊，然后就一直说他们家的产品有多好有多好，烦不烦人啊？他这样的做法呢，就好像在求着你，让你去买他的产品。然后大多数的人都把这类人定义为销售，所以就很讨厌销售。为什么？因为你的潜意识只会觉得他们接近你就只是想赚你的钱而已，他们的产品有没有用根本不重要啊。也就是说，他们家的产品可能很牛，反而因为他们的做法弄得一文不值，对吧？
所以很多人干了一辈子的销售还是这么干，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销售的本质。而我现在就要完全颠覆大家对销售的理解。所有想要赚钱的人全都可以去回想一下，医生是怎么看病的，他会不会拿一瓶药出来，然后追着你说这瓶药有多好有多牛啊？不会啊。你去想一下，你自己是不是乖乖的把钱送给医生，他教你拿个几万块去做检查，你就得去做。为什么？因为你恐惧啊。所以医生是在卖药吗？药只是一个让你送钱给他的借口，他真正卖给你的是健康。药到病除本质上，你不是想要他的那瓶药，而是想要病除啊。医生是帮你解决生病的这个问题的，所以销售不是卖产品的，销售也是帮你解决问题的，而产品只是顺便给你付钱的借口。能听懂了吗？听懂的为这部影片点赞。也就是说，你要去发现问题，你的顾客不是为了你的水有多好喝，而是为了解渴，因为渴了，他需要解渴，这才是他的需求。但同样是水，有的人不是用来解渴的，他是用来送人的。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想要改善彼此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同样的产品也会出现需求不一样的情况。所以我们要跳出产品的框架，幻想自己是一个医生，而顾客就是我们的病人。那你知道吗？有一个人他去世了几千年，但全世界每一秒钟都有人跪着把钱给他。而无论是乔布斯、李嘉诚，甚至是我本人，都把他这模式套用在自己的生意上面，也为我们带来了源源不绝的被动收入。这才是销售最高的境界。而我把整套的模式总结为一个系统，哪怕你从来没有干过销售，没有研发过产品，只要你有一台电脑和手机，你都可以闷声的在环游世界时候赚到比办公室上班高上几倍甚至几百倍的收入，因为这是完全没有天花板的。那么我将会在我的培训里面公开整个系统的机密，而我团队开放了前1000名免费报名的位置，你一定要赶快在影片描述栏上的第一条链接报名啊。那什么是需求？其实就是顾客身上的痛点，痛点就是你为什么要去看医生的原因，比如说脚崴了、眼睛肿了、肚子疼了等等。那么你平时肚子疼的话，可能也未必去看医生，自己直接下楼买10几块美金的药吃一下就完了。但有没有可能你愿意花1万美金去治你的肚子疼呢？有啊，当你痛不欲生还不得不治，但不知道怎么才能治的时候啊。所以销售如何才能赚钱，就是找到顾客最痛的点。怎么找？需要很好的口才吗？不，需要你忘掉你以前的直线思维。什么意思呢？顾客问你们家有没有洗面奶，你说有啊。然后第二个问题，你家的洗面奶多少钱？你回答30美金。第三个问题，你可以帮我拿一个吗？你说好的。你是现金还是信用卡？于是就去买单了。这就叫做直线思维。问你 A， 你就回答 B。还好这单成交了，因为这个顾客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你只是一个人工智能的机器人。一般懂这些的人呢，他的收入高不高啊？随便一个学生当个兼职都可以做，对吧？那如果你想要靠这种方法去养家，你家就不能吃得太饱了。所以第一件事，直线思维的人呢，永远都是被人牵着鼻子走的。你要学会反问，人家问你有没有洗面奶，你可以先肯定他说有的，然后第二句就直接反问过去，兄弟，你这洗面奶主要想要用来搞定什么问题呢？那顾客就说，他感觉皮肤很油，感觉脸上不干净，长了很多粉刺，还有痘痘，对吧？ OK， 所以这兄弟主要是想要弄好他的脸，对吧？那既然我们知道他真实的需求是清洁，接下来我们就要去教育他。简单来说就是帮他洗脑。我想问，我们的皮肤只需要1瓶洗面奶就够吗？够的话，女生们那么多的保养品干嘛呢？兄弟，今天你想要走出去，女生觉得你很干净，你主要做3件事：第一，清洁；第二，补水；第三，水和油之间的平衡。你光清洁的话，真的解决不了你的问题。然后这个顾客点点头说，有道理啊，原来是这样的。那这时候呢，兄弟，第一步清洁，这30美金的洗面奶够你用了。第二步补水，我建议你搭配这40美金的爽肤水。而第三步水和油的平衡呢，我再建议你带上这50美金的乳液。男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帅，对吧？所以我们在干嘛？用反问去发现顾客需求，
然后去教育顾客真正需要什么，最后给出产品，帮他们解决痛点。这是不是跟医生一样，看看你什么病，然后告诉你这病不治的话会怎么样，你真正的病在什么地方，最后告诉你应该用什么药，然后怎么治。这就是销售的核心。无论你是在卖手机，还是卖房、卖概念、卖平台，我认识过亿的大老板一开始都是这样干的，后来只是请员工复制他的干法而已。你卖的东西越贵，或者你像我搞批发的，我只跟一个人谈就能够谈几万瓶数量的，那我们就赚得多一点，又轻松一点而已。有人就会问，如果顾客一上来就问价钱的话怎么办？这很正常，对吧？你去买东西最关心的也就是多少钱啊，那你怎么回答？直线思维的话，顾客问你这个窗户多少钱，你说$1000，顾客说这太贵了，可以打折吗？你说可以，打个8折，也就是8000。然后顾客说还是有点贵啊，能不能再便宜一点啊？你说最低7500，最后怎么样？这客户说还是回家跟我的爱人商量一下。你看，从头到尾都是顾客在问你的底牌多少钱，能不能打折，问完就不买，那你怎么混下去啊？所以我们要干嘛？反问啊，把皮球踢回去啊。客户问你的这个窗户卖多少钱，当然你们家不一定是卖窗户的，但思路还是一样的。你可以先夸他几句，兄弟你眼光挺厉害的，我们这边卖最好的就是这一款。然后就反问他，你是打算自己用呢，还是给别人用啊？你家里的面积多大？你住哪里啊？对吧？这些问题重不重要？你像我现在，比如说在一些酒会认识一个人，我一定问他住什么地方，看看他有没有钱嘛。你没钱，连跟我谈生意的资格都没有啊！我不会浪费自己的时间在这些人的身上。这些问题呢，是用来看这个人有没有购买力的，不是真的想要知道他租的远不远啊。那如果你刚出来混，这些问题就可以让你知道，你应该推贵一点的，还是便宜一点的产品给这个人。今天一对年轻人来买房，你觉得他们没什么钱，所以你就带他们去看最便宜的房子。为什么？因为你普遍的认知呢，年轻人刚出来工作不会很有钱的。那你像我，如果你带我去看便宜的房子，那么我应该会用脏话去骂你，因为你浪费了我的时间，你看不起我，对吧？记着，不是人家问你什么，你就要答什么。你什么水平？凭什么我要回答你的问题，对吧？我都还没有知道你有没有这个资格跟我讲话。所以销售不需要口才好，也不需要把客户夸上天，不需要的。在客户想知道他们想要知道的事情之前呢，比如说他想要知道价格有没有效果，用完以后会怎么样，这些等等的问题，我自己做生意永远都不会回答，因为我们一定要先知道我们想要知道的事情。比如说他有没有钱，他要解决什么问题，他想要买给谁等等，这些我们不清楚的情况下，你打死我都不会告诉你关心的问题。今天女朋友问你哪一件衣服比较好看，你打死都不要回答，不要乱猜，万一猜错了怎么办？你一定要去反问她，你喜欢什么颜色，你买回来干嘛的，你的预算是多少之类的。我还是喜欢用孙子兵法去混，就是先胜而后求战。销售就是在做生意，你要锻炼的不是你的嘴巴，你要去锻炼你的逻辑，能不能发现市场上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很多人包括我小时候考试的时候就会去问电灯是谁发明的，然后我们就要去回答爱迪生。直到我做生意才知道啊，其实这电灯泡早就已经有人发明了，只是这东西卖出去呢也不贵，因为材料也很便宜嘛，那赚不到钱，自然也没有什么人再去研究这个了。而这爱迪生本质上就是一个商人，他想到了电灯泡的商业价值。对啊，这电灯泡不贵，但提供灯泡电能的电线、电站，就是整个电力的系统呢，就非常赚钱了。什么意思呢？今天你家家户户都买得起灯泡，那当你打开这个灯泡，要不要用到电？如果我买下所有的发电机、电线，也就是说你要用电的话，一定要付钱给我。那所有人每一天都用电，那我每一天不就是躺着收钱吗？所以爱迪生做的不是电灯的生意，而是电力垄断的生意。能听懂吗？而很多人就会说，我不想干传统面对面的销售，因为我恐惧对人，又或者说我不想1对1，一个个卖这么累，我想要1对多。而
而且我不想有地域的限制，我想让我产品面对全世界，但是我又没有启用资金，那怎么办呢？其实你有想过你现在在干嘛吗？为什么你自己在 YouTube 看影片，但就没有想过像我一样去拍影片呢？ YouTube 赚钱最多的往往就是一些小孩玩玩具、打游戏的影片，你不需要很专业，你只需要有一件非常喜欢做的事情，有喜欢的技能，又或者你喜欢跟有专长的人去合作，你去帮他们经营，你都可以透过自媒体达到财富自由。我们在做的叫做营销，而不是销售，因为只要有人点击你的影片，你就会有被动收入。而当你拥有流量之后，你就是掐着那些大财团的脖子，因为他们不可能还在那些传统的媒体上去打广告，而是在你的频道啊。也就是说，你的报酬就是你自己定的，这就是互联网的趋势。当然，这只是最表面的。如果你跟随我1年多，差不多40万订阅，2个多亿的曝光量所总结出来的创业系统，你也可以像我的弟子一样，拥有6到7位数美金的网络事业。这创业系统呢，将会减少很多你自我摸索的时间，你不需要慢慢的去学习什么写内容、演讲、SEO 设计、剪辑、标题、营销、变现等等的技能。我会直接总结在我创业商学院里面，让你直接去复制和套用在自己的身上，直接告诉你做什么、怎么做。如果你有兴趣成为我的弟子，你一定要在影片描述上连接，走进我们创业商学院的大家庭。我会永久带着你在里面创业。而现在我们还会提供最后的前期优惠，还会额外送赠财富自由品书会永久会籍。你除了可以听我们团队拆解100本书以外，我本人还会教你不定期的财富自由课程。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几千人的 Facebook 精英群组，我们会在里面分享真正第一手赚钱的资讯，而我们马上就会取消这些额外赠送的东西，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好了，所以一个产品重不重要？重要啊，但它只是顾客付钱给你的一个借口。今天你去 Starbucks， 一杯咖啡的成本是1美金，但场地、员工、装修等等的成本可能要5美金。也就是说，你一进去 Starbucks， 然后刚坐下来，屁股还没有热，就有一个店员冲了过来，告诉你：“先生，请结账，请付我们5美金。”那你当场就傻眼了，我什么都还没有干，你就要我付钱，这是黑店吧？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还有没有人会光顾这家店呢？没有啊。但如果你坐下来之后，我卖你一杯10美金的咖啡呢？这时候就有很多人过来买了。所以产品背后的属性才是决定我们能不能赚钱、赚多少钱的关键。我是随便举例啊，比如我去了一趟超市，我看见一个老人家带着他的孙子去买东西，然后有一个明显是酸奶品牌的销售员就跑了过去，告诉那个老人家说：“要不要试试我们家的酸奶啊？现在我们有做活动，有优惠啊。”那老人家就说挺好的，然后转身头也不回了就走了。各位，这销售员有没有用反问来知道顾客的需求呢？有没有教育他的顾客呢？没有，所以他就走不到最后一步，就是解决顾客的问题。但我假设他前面2步都有做好，那他最后应该怎么推他们家的酸奶呢？对啊，我发现了顾客的问题，也告诉了他一个解决方案，但顾客也未必买我们家的产品啊，只是他购买的几率高了很多罢了。听到这里的兄弟姐妹，一定要多听几遍啊！我们推产品的时候呢，一定要放到最后才去推，而推的方法不外乎3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功能，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一个刚入行的销售，他也要去了解产品，去背产品的功能。比如说，一个酸奶最大的功能是什么？就是喝完以后可以改善你的肠胃，消化水平可以提升。第2个层面是你能够把产品卖得贵一点的关键，就是情感。今天这个老人家买酸奶给他的孙子喝，表达的是什么？是奶奶对孩子的爱啊！你去看 Häagen-Dazs 这雪糕的广告语 ，If you love her, take her to Häagen-Dazs。你去看情人节马路边卖花的小女孩，人家走过来问你要不要买一束花给你的爱人啊？这些在玩什么？情感啊！而第3个层面是经济，说白了就是钱，就是你这东西能不能帮我赚钱或省钱啊？所以这个酸奶应该怎么卖呢？首先我的话，我会先过去夸几句，就是说这小兄弟长得挺帅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很有灵气，对吧？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破了冰，拉近一下距离，然后就可以说了，但是奶奶，你家的孙子可能人就稍微有点瘦，是不是平时吃饭不太好啊？那如果那个小孩是个胖子的话，你就可以去问奶奶，你家孙子是不是排便不太好啊？对吧？这就是痛点。其实也可以透过观察或者是冷读书知道的，详细可以去看我之前的影片。
那么作为家长，他们的需求是不是改善孩子的肠胃水平呢？是不是要让孙子健健康康啊？所以小孩太瘦不吃饭，是因为他的肠胃功能不太好，而小孩太胖，是因为他的消化功能不太好。你要去教育客户，然后就可以说，我们这边刚好推出一个新的酸奶口味，它最大的优点就是改善你们家的肠胃水平和消化的功能。好多小孩喝完之后呢，回到家里面一碗饭都吃不够，要吃2碗。又或者说，很多小孩喝完以后呢，每天早上都会准时的排便。那请问你是奶奶，你听完以后会有什么感受？是不是觉得这个东西可以解决他们家孙子的痛点啊？所以如果产品本身的功能如果匹配到顾客的痛点，就很容易让他付钱。但如何才能让一个顾客多付一点钱呢？情感，如果小孩喝了之后长得白白胖胖的，那如果我是他的爸妈，一定会特别的高兴。我下班就可以毫无压力的跟我的儿子去玩了，对吧？奶奶你是不是也会特别的开心啊？请问这上升到什么层次呢？是不是上升到情感层面了？买酸奶给你的孙子，是不是想要表达你对孙子的一份爱啊？这时候奶奶你要不要多买1箱呢？不一定。但如果这奶奶认定了这买酸奶就是给他孙子表达一种爱的方式，那么下一次他会不会又来买呢？刚才如果是因为产品功能的话，如果这个产品没有效，那下一次奶奶就不一定会重复消费了。而最重要的，真正让超市赚很多的，就是搞促销活动。奶奶，我们今天酸奶买3送1，原价10美金1箱，现在30美金4箱，而且包送货。你只要在中午之前下单，我们下午就可以送到你们家。这一招现在听起来没什么特别，但你真的去观察一下，超市业绩翻倍都是靠这一招的。你觉得没有技术可言？其实不然，只是我举的例子太过生活化了。你去看最新的 iPhone， 你去看看苹果店里面最普通的销售员，他们也不需要怎么销售，主要就是站在里面跟客户去介绍一下新手机的功能，比如说系统更快，功能又多了什么，拍照为什么又会好看了一点，对吧？他们不太需要销售的，因为苹果功能层面的硬技术能够解决大部分人对手机的需求。而上升一个层次，苹果的发布会说了，这次会有新的颜色，好像是紫色什么的，女生都非常喜欢。那么如果你拿这送给你女朋友的话，其实是表达了你对女朋友的一份爱。所以有的人割肾都会买啊，就是升级到情感层面的话，人可能真的会不理智。而你会发现，有一些炒卖苹果手机的人就会告诉你，别看它的价格很贵啊，iPhone 它最大的优点就是保值，你用个2年以后拿回来我们这边卖，原价1099美金，你可以卖到899美金。换句话讲，你只是损失了200美金。兄弟，2年投资200美金，顺便还把女朋友追到手，你觉得这个划算吗？所以这个1099美金在你眼里呢，根本就不太贵，因为它保值啊。大家听懂吗？上面的例子大家融会贯通，不一定是这些产品。但就算你卖火箭，都是这种卖法。你看看 Elon Musk 卖火星计划就知道了。还是想说，制造火箭的人赚的钱，还真的比不过卖火箭的。希望大家能够意识到销售的重要性，也不要看不起销售这个行业。我认为这是我们创业家能够成功的入门券。没有这项技能，我们公司根本不可能活下来。而销售的重点，我认为就像医生一样，先通过访问知道顾客的痛点，然后教育顾客，最后匹配产品或者是服务。而我们的产品想要卖得贵，功能是最基本的硬技术，然后就是情感。最重要的是，你可以帮助顾客赚钱或者是省钱。详细的，你想要我带着你创业，想要学习网络营销，你一定要赶快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连接报名我的限额免费培训。好了，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我就心满意足了。那么接下来每周四8点30分，我都会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如果你不想要错过，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好了，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拜。